老板娘点点头，道：“昨天晚上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吧。说来，那几位穿的和这位小公子倒是像得很，尤其是这抹额。”他指着蓝思追。魏无羡笑道：“那是他们家的家徽，想来是一个家族的人。我们先走了，老板娘辛苦。”走出几步，他才接着说：“思追，你们家还有别人也来云平城夜猎吗？”蓝思追茫然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云平城是云梦的地界，一般不会求到姑苏去。”魏无羡摇摇头，道：“那便算了。等会儿我不会帮你们，我会在银岭里看着你们。如果遇到什么危险，话音未落，远处云平山的方向便升腾起一团信号烟花，蓝色卷云纹，是姑苏蓝氏的信号。”三人脸色俱是一变。魏无羡道：“计划有变。金陵、思追，走。无论山上有什么，连姑苏蓝氏的门生都解决不了，这已经不能是小事了。”魏无羡不可能再放他们两个自己去处理，势必要时刻跟在他们身边确保安全。从客栈到云平山不算远，但要经过不少街口，用走的就有些耽搁。金陵拔出佩剑，翻身上剑，蓝思追正欲跟上，突然想起魏无羡不知能否遇见。魏无羡挑挑眉，周身银光一闪，便消失在金陵腰间的银岭里。三人飞至云平山上方，并未急着落下，而是围绕山顶转了一圈，但夜间云雾缭绕，光线暗淡，也没能看出什么蹊跷之处。这儿，我们在这儿。蓝思追定睛一看，不远处半山腰，几个少年聚在一起，对他们挥挥手。金陵与蓝思追对视一眼，缓缓落下。出什么事了？他边问边收起佩剑走过去。那几个少年并不作答，只是继续挥着手。金陵神色一凛，拉住蓝思追的剑穗，道：“等等，好像有什么不。”蓝思追也意识到不对劲，正要停下脚步，却还是慢了一步。他脚下的土地突地化作一片虚无，整个人瞬间便失去了平衡，拽着金陵直直地落了下去。那几个人竟然是幻象。此处并不高，但摔下去也绝不是断条腿就能了结的。蓝思追拔出佩剑，一把插向山间，长剑在山石中发出刺耳的声响，向下滑落半丈深才堪堪停下。金陵抓着蓝思追的衣摆，立刻拔出佩剑拖住二人的脚下，才算是有惊无险的着陆了。山崖下没有雾气，却仍然漆黑一片，不见月色。金陵抬手捏了个明火符，两人就着光亮打量四周，附近山石崎岖，说是迷宫也不为过了。云平山并非大山，按理论不应当有如此九曲之处。蓝思追提起佩剑，在一侧的山石上画两下，做了一个成形符号，这才与金陵一起向深处走去。二人一前一后，金陵拖着火焰走在前，蓝思追警醒着身后的路，在每一个岔口做下标记，走了约莫有近100米，才在远远地方向看见一星火焰。金陵立刻熄灭手中的火焰，与蓝思追对视一眼，挨着山石慢慢靠近过去。距离火焰10米左右时，他握紧佩剑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冲了出去，脚下突地扯断了一样东西。那火焰旁围绕的几个白色的人影立刻跳了起来，一把剑瞬间便压在了金陵的咽喉。什么东西？一个少年的声音道。蓝思追原本绷紧了肌肉，剑也已经行至半路，听见这句话突然愣在原地，道：“景怡。”不等少年答话，那把剑便飞了出去，倒插在远处。白雾散去，魏无羡站在金陵面前，手里提着一把古朴的黑色佩剑，正冷冷地看着白衣少年。魏前辈。蓝思追连忙道：“这是蓝家的门生，是我的朋友。”魏无羡挑眉道：“你能证明吗？”什么？那少年一愣。你能证明你就是他嘴里说的那个人吗？蓝景怡从地上跳起来道：“这让人怎么证明？我就是我，我身上的胎记你要不要看看？而且你谁呀？怎么凭空出现跟鬼一样？”你猜对了。魏无羡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就是鬼。”蓝景怡。蓝思追跟过来哭笑不得，道：“魏前辈你别玩了，他真的是我的朋友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蓝思追正色道：“方才遇到的幻象没有回复我的话，想必并没有答话的能力，而这个人逻辑清楚，是有思考能力的。”魏无羡这才勾起唇角，笑着点点头。
蓝思追连忙又说道：“景姨，这是……”他一阵语塞，悄悄看向魏无羡。魏无羡一笑，道：“我是金陵的远方亲戚，我姓魏。”蓝景仪别扭一下，还是规规矩矩拱手道：“魏前辈。”原本在一边的几个少年也跟着围了过来，目睹了魏无羡的现身，此刻盯着魏无羡如同看见什么新奇事物一般。魏无羡由着他们看，目光一向蓝思追，蓝思追心领神会，问道：“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信号烟花是你们发的吗？”蓝景仪道：“是我们。我们进山的时候看见了那几个山民，赶过去救的时候脚下一空，就掉到这里来了。”金陵皱眉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已经在这里困了有12个时辰了。”